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萌兒，歡迎收看本期視頻。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朋友，日常餐桌上能不能少得了一碗白米飯？對於很多家庭來說，米飯是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主食，簡簡單單配上幾道家常菜，就是一頓踏實的正餐。最近網上流傳一份榜單，也就是大家經常刷到的10大升糖較快的食物清單。很多人看完之後十分意外，榜單排名靠前的食物並不是奶茶、糖果這類大家印象裡的甜食，而是我們天天都會端上餐桌的主食。不少朋友看完心生疑慮，難道日常吃的米飯需要我們多加留意嗎？今天我們就客觀聊聊這份熱門榜單，理性看待各類主食，不制造恐慌，也不盲目忽視生活裡的飲食細節。首先，我們要先理清一個概念，網絡上大家所說的升糖快慢，僅僅代表食物當中碳水化合物被人體吸收的速度，不等於食物有毒，更加不能直接等同於某種食物不能吃。很多短視頻為了博取流量，會使用誇張詞彙，把升糖速度快直接渲染成有害食物，即使這種說法並不客觀。任何食物拋開使用分量、搭配方式去評判好壞，都是不夠全面的。我們先聊聊榜單中排名最高的白米飯。米飯由精製大米蒸煮而成，大米經過精細打磨之後，外層的麩皮、麥芽、胚芽大多被去除，剩下的主要就是澱粉。澱粉進入人體消化分解，轉化為葡萄糖。精製大米製作的白米飯，消化吸收速度更快，這也是它被放進榜單當中最主要的原因。講到這裡，很多長輩會緊張，那以後是不是不能吃米飯了？這裡跟大家說清楚，完全不需要走到極端。米飯承載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飲食習慣，長久以來都是國人重要的能量來源。重點不在於徹底戒掉米飯，而是食用的方式、食用的分量。同樣一碗白米飯，趁熱吃、單獨吃和放涼之後搭配大量蔬菜、蛋白質一起吃，最終帶來的吸收感受會存在明顯差別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生活裡的小細節？很多人習慣空腹先扒半碗米飯，最後再吃菜。這種進餐順序，米飯率先進入腸胃，澱粉快速消化。如果調整順序，先吃青菜、豆製品、肉類，最後再吃主食，整體的消化節奏就會平緩很多。這只是日常飲食裡一個很容易操作的小改變，不需要大家刻意節食，只需要微調吃飯順序。那麼除了白米飯，榜單裡還有幾樣大家非常熟悉的主食。第一個就是白饅頭、白麵包。和精製大米原理相近，精製小麥磨成細麵粉，去除了粗纖維，製作出來的饅頭、白麵包口感鬆軟，好嚼化，碳水吸收速度同樣偏快。很多上班族早餐喜歡吃2個饅頭或者吐司麵包，快速填飽肚子。長期單一這樣吃，飲食結構就比較單調了。緊接着上榜的還有白麵條、河粉、米粉。南方很多地區愛吃河粉、米粉，北方日常少不了麵條、精緻小麥麵條。米製品加工精細，烹飪之後軟糯順滑，消化的速度也同樣不容小覷。不少人煮麵條喜歡煮得十分軟爛，軟爛的麵條人體消化起來會更快。大家日常煮麵不用過度煮爛，同時記得搭配青菜、雞蛋、瘦肉，不要只吃麵沒有配菜。還有一樣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食物，糯食、糯米製品、糯米飯、粽子、湯圓、年糕。很多人覺得糯米很難消化，這裡存在一個普遍誤區，糯米難以長時間停留在胃部消化，但是糯米當中的支鏈澱粉分解轉化速度很快，很多人吃完糯米飯短時間內精力充沛，就是這個原因。逢年過節，家家戶戶都會準備粽子、年糕，大家喜愛這類食物無可厚非，建議少量品嘗，不要一次吃一大份。餅乾、糕點類點心同樣出現在這份清單當中。市面上絕大多數酥性餅乾、蛋糕不僅含有精緻麵粉，還額外添加白砂糖、糖漿、油脂。很多人習慣下午茶的時候隨手拿幾塊餅乾充飢，這類點心屬於額外加餐。如果3餐主食已經足量，再大量吃糕點，天天碳水總量很容易就超標了。很多朋友看到這裡會提問，既然這麼多主食升糖速度偏快，那主食到底該怎麼選？是不是只能完全不吃精米白麵？在這裡再次強調，飲食講究均衡，不存在絕對不能吃的食物，只存在不適合吃的方法與過量食用。我們可以學着粗細搭配，不用一下子換成粗糧。很多人突然頓頓吃糙米、燕麥、雜糧，
腸胃一時間難以適應，出現腹脹不舒服，最後很難長期堅持。正確的做法，循序漸進。煮米飯的時候，抓一把糙米、燕麥或者是藜麥混入白米面裡面，数量占比從少量慢慢增加，口感更容易接受，腸胃也更容易適應。除了調整主食種類，控制糖量是重中之重。很多人盛飯習慣滿一大碗，大家可以嘗試換更小一號的碗具，視覺上分量充足，又能自然而然減少主食摄入量。不要等到吃得十分飽的時候才放下碗筷，7分飽是比較舒適的一個狀態。進餐順序再和大家重申一遍，非常簡單可行，蔬菜優先，其次魚肉、雞蛋、豆製品，最後再吃米飯、麵條這類主食。小小的改變不需要額外花錢，在家每一餐都能夠做到。同時盡量避免主食單獨空腹食用，一定要搭配配菜，豐富飲食結構。網上還有不少傳言宣稱粗糧可以無限吃，這個觀念同樣不客觀。粗糧同樣含有碳水化合物，哪怕是糙米、玉米、紅薯，一旦不加控制，大量食用，總量超標之後依然會帶來負擔。紅薯、玉米、山藥、芋頭，如果當做主食吃了紅薯，就要減少米飯的分量，不能飯菜吃飽之後再額外啃一根玉米。這裡順帶區分一個常見誤區，很多人把紅薯、山藥當成蔬菜，實際上它們屬於薯類主食。不少家庭餐桌上，一碗米飯搭配一盤蒸紅薯，相當於一餐吃了雙重主食，雙重碳水疊加，這是很多家庭不經意間踩中的飲食習慣。大家以後準備飯菜的時候可以留意區分。我們再回頭聊一聊一開始提到的熱門榜單，網絡上流傳的各類食物黑名單，大多數存在明顯的流量導向，創作者為了提升播放量，刻意放大單一屬性，制造焦慮，很少完整客觀地把食用分量、搭配方式講清楚。很多觀眾看完視頻內心焦慮，要麼極端的戒掉愛吃的主食，要麼看完完全不當一回事，繼續維持單一的飲食習慣。這兩種方式其實都是不可取的。飲食從來沒有標準答案，每個人的生活習慣、體質、活動量各不相同。從事體力勞動、每日運動量很大的朋友，身體需要充足的碳水提供能量，主食可以適当多吃一些。日常久坐、活動量偏少的人群，則可以適当控制主食分量，增加蔬菜與優質蛋白。適合別人的飲食方式，不一定也完全適合自己，不必要盲目照搬網絡上各種飲食清單。還有不少中老年朋友，聽說某一種食物不好之後，從此一口不碰。長期飲食種類越來越單一，才是健康飲食的核心。偶爾吃一碗熱騰騰的白米飯，一碗米粉，完全不用有心理負擔。搭配足量配菜，偶爾享受喜愛的食物，不會帶來問題。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日復一日長期單一，大量使用同一種精致主食，並且幾乎沒有蔬菜、蛋白質搭配。很多人會問，水果需不需要留意？大部分新鮮水果含有天然果糖，不必拒絕水果，但優選完整新鮮水果，盡量少喝果汁。果汁去除膳食纖維，糖分吸收速度更快，而且一杯果汁往往需要好幾個水果才能榨成，很容易不知不覺攝入過量的糖分。吃水果建議放到2餐之間當做加餐，不建議吃完飯立刻大量吃水果。我們再來總結幾個普通人自己在家就能落地的飲食習慣，特別的簡單好堅持。第一，主食粗細混合；第二，調整吃飯順序；第三，把控分量，避免每一餐主食過量；第四，主食不要煮得過度軟爛；第五，薯類、玉米、芋頭當做主食，吃薯類就要減少米飯；第六，少把糕點、餅乾當做日常充飢食物，盡量當做偶爾解饞的零食。網上層出不窮的各類食物排行榜，榜單只能作為飲食參考，不能当作硬性標準。不要被標題當中誇張的字眼帶動情緒，不必恐慌，也不要視而不見。飲食調整是長久的習慣，不是短期內極端節食。慢慢調整一日3餐的搭配，遠比跟風忌口來得更加的實用。米飯陪伴國人幾千年，作為主食本身沒有對錯，吃法決定體驗，不必恐慌餐桌上的一碗米飯。學會搭配，懂得節制，
就可以安心享用。生活不需要苛刻的飲食約束，在自己喜愛的食物和均衡飲食之間找到平衡點，長久堅持下去，才是最舒服、最持續的生活方式。如果你在本期內容有所收穫，可以點讚、收藏、分享給家裡負責做飯的家人。大家平時喜歡吃哪些主食？日常煮飯有沒有粗細搭配的小妙招？歡迎來到評論區一起交流。那麼咱們本期的視頻分享就到這裡了，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